100元人民币和100美元的购买力对决，真的能靠汇率直接换算吗？其实抛开7:1左右的汇率数字，两者在真实消费场景里的表现堪称各有千秋。超市货架上的肉蛋奶，街头的理发快递，商场里的品牌商品，甚至是医疗教育等服务，都会让这2张纸币的含金量出现奇妙反转。今天我们就用最接地气的实地测评视角，从衣食住用型的核心场景入手，看看100元人民币在国内能轻松拿下哪些刚需，100美元又能在美国市场解锁怎样的消费体验？揭秘2种货币背后藏着的物价逻辑与生活差异。逛超市、吃快餐、买日用品，100元人民币在国内能轻松覆盖1天的日常消费。那100美元在美国的超市、餐厅里能买到同等价值的东西吗？这场同价不同国的购买力挑战，答案可能超出你的预期。100块钱在深圳的永辉超市，我捏着一张钞票，像排兵布阵的将军；在加州的沃尔玛，我推着一辆空车，像个悠闲的国王。这不是汇率换算题，这是一场关于生活底线和生活尺度的真人实验。你有没有想过，100元人民币和100美元在各自国家的超市里，究竟能买到多少生活？答案是，他们买到的几乎是2种完全不同的人生剧本。货币的购买力从来不是由汇率单方面决定的，真正为它赋值的是一套名为本地生活的隐藏算法。今天我们就用最硬的通货100块来破解这道题。这个挑战极具戏剧性，因为它清晰地展示了在不同经济体和消费模式下，货币如何兑换成截然不同的生活。请看这场100元人民币 vs 100美元的具象化对决。选手登场与规则说明：中国方选手100元人民币约14美元。中国本土大型连锁超市如永辉、物美、大润发，精打细算的生存艺术家，目标是在预算内覆盖1至2日家庭基本饮食需求，并尽可能丰富。美国方选手100美元约720元人民币。美国沃尔玛超市从容不迫的家庭补给官，目标是完成一次典型的周度家庭食品采购，并留有富余。这不仅是数字游戏，更是生存线与舒适线的对比。在中国，100元是一场需要策略的采购；在美国，100美元是一次常规的、压力不大的消费。购物车里的生活切片，我们模拟2份尽可能贴近真实需求的购物清单。非中国超市100元人民币购物车主食约25元，5公斤装国产大米约30元，或10包挂面约20元，蛋白质约40元，1斤猪瘦肉或鸡胸肉约20元，1斤冷冻鸡翅或带鱼段约20元，蔬菜约25元，土豆、西红柿、黄瓜、青菜等各买一些，总计约5到6斤。蛋奶与调味约10元，一板30枚装鸡蛋约20元，但可能超支，或选择15枚装约10元。1包盐，1瓶生抽，勉强装满一个中型购物袋。这是一份非常基础，几乎没有零食饮料，需要回家加工的生存保障包。若想买水果、牛奶或品牌包装零食，预算会立刻告急。非美国沃尔玛100美元购物车蛋白质约35美元。2大块牛腩或猪排约15美元，1整只烤鸡约8美元，2打24枚鸡蛋约5美元，1加仑约3.8升，牛奶约3美元，1磅奶酪约4美元，主食与果蔬约30美元，1大袋面包约3美元，5磅装意面或米饭约5美元，混合沙拉菜1包约4美元，香蕉、苹果、葡萄等水果组合约10美元，洋葱、胡萝卜、西兰花等蔬菜约8美元，包装食品与零食约20美元，1大盒麦片约4美元，家庭装薯片非饼干约5美元，1大瓶可乐或果汁约3美元，冰淇淋1桶约5美元，意面酱或罐头汤约3美元，日用品约15美元，1大瓶洗发水约8美元，1卷厨房纸巾约2美元，1瓶洗碗液约5美元，轻松装满一个超大购物车。这是一个涵盖蛋奶肉菜、主食零食，甚至包括基础日用品的一站式家庭补给包，足以支撑一个3、4口之家数天的饮食。颠覆性认知，价格背后的隐形货币比例尺完全不同。在中国，100元是许多人一顿像样聚餐的人均花费。
在美国，100美元是许多家庭一周食品杂货的预算基准线。货币数字相同，但它们在各自社会生活中的重量和角色天差地别。2、时间货币的兑换率，在中国超市省钱需要投入时间货币，你需要挑选普通蔬菜而非净菜，购买整鸡而非鸡胸肉，自己烹饪而非购买熟食。在美国，沃尔玛用100美元购物的时间成本更低，因为商品标准化程度高，选择相对简单，一次性拿取大包装即可。3、最大的反转，商品结构的特权。100美元在沃尔玛赋予了你购买非必需品和快乐品的极大空间。冰淇淋、薯片、大瓶可乐，这些愉悦型消费在100元人民币的中国购物车里是奢侈品。这意味着100美元不仅购买食物，还购买了选择的自由和消费的愉悦感。4、绝对价格 vs相对购买力，一双普通的运动鞋在两国沃尔玛可能都卖30美元，约210元人民币。对于赚美元的美国人，这只是100美元购买力的30%；对于赚人民币的中国人，这却是100元购买力的2倍多。关键不在于商品标价，而在于商品价格占你收入的比例。这是一场维度不同的比赛，100元人民币在中国超市是一场有限资源的优化游戏。你是一位精明的指挥官，在狭小的预算空间内调兵遣将，目标是保障基础营养。赢家的成就感来自于用最少的钱办成了事。100美元在美国沃尔玛是一场丰裕物资的挑选游戏。你是一位从容的策展人，在宽广的预算范围内挑选组合，目标是满足多元需求并增添生活乐趣。赢家的满足感来自于我想要的都拿到了。大概率买不到同等丰富的食材、蔬菜、水果等基础物资会缩水，且多为高热量加工类商品。单纯的汇率换算1美元非7.2人民币，在此完全失效。真正的标尺是生活成本系数和社会工资锚点。因此，这场挑战最颠覆的认知，或许是当我们在比较购买力时，我们最终比较的是在当地获得一份体面从容、有选择权的生活所需要支付的绝对成本，而这远比购物车里的商品清单更能定义一种生活方式的底色。所以，这场挑战真正的胜负不在购物车的丰俭，而在于它无情地揭示了生活的基线成本。100元人民币购买的是精密的生存智慧，100美元兑换的是从容的选择权利。我们对比的哪里是商品价格，分明是两种经济生态为普通人的体面所标注的价码。或许在下次为购物车精打细算或轻松填满时，我们都能多一份清醒，知道自己手中的货币在本地生活这套复杂算法中究竟处于哪个刻度。这份清醒本身就是在通胀时代里最宝贵的购买力。中国必选消费价格平稳，超市靠可选消费盈利。美国必选消费，尤其是生鲜，依赖品牌和规模优势，涨价明显。中国本土农业、制造业配套完善，减少中间环节成本。美国部分商品依赖进口，关税和运输成本推高价格。按 PPP 计算，1美元实际购买力在中国约为美国的2倍，相同资金能兑换更多生活资源。您觉得100元人民币和100美元哪个购买力更强？评论区留下你的猜想。今天我们分别用100元在国内、100美元在美国采购，全程记录消费清单，结果可能让你大吃一惊。您的100元在你的城市能买到什么？欢迎订阅，在评论区晒出你的购物车清单，让我们一起绘制一幅更真实的中国生活购买力地图。关注我，下周我们将挑战另一个生活场景，继续解码那些隐藏在价格背后的社会密码。